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上一期我们聊了人工智能对打工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一下人工智能的创业。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那个4×3的表格吗？今天我们就来填写其中的第二行，做生意也就是自我创业。说到创业，建立自己的生意，那么第一个问题就会是，为什么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创业呢？当然是增长快了。我们询问一下 Bing 的人工智能 Copilot，其实它就是 ChatGPT 4了。那么微软已经证实了啊。我们问一下 AI Market Size， 也就是人工智能的未来市场大小。那么并给出的回答，它呢引用了4个数据源，那么分别是 Grandview Research、Market.US、Market Research Future、Precedence Research， 那么4个数据源。那么我们这里就不做这些研究机构的中文名翻译了，那么也方便朋友们自己去查询。这些研究机构和市场调研机构得出来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差距也比较大，但是大体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些数据揉吧，那么就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模棱两可的数据。那么基本上就是人工智能在2023年的市场规模，那么它大概是在2000亿美元。那么到了2030年左右呢，它基本上就能达到2万亿美元，整个年复合增长率可以达到37%或者38%。那么我们知道，人工智能作为一个产业，它的整体的增长率很高，但是里面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增长率又是什么情况呢？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人工智能是怎么分类的。从纵向上分类的话，基本上很简单，就可以分成底层的硬件，那么中间的软件和上层的服务。那么服务呢，主要是指像培训、咨询、集成、安装，等等。硬件的话，就是主要指芯片、处理器、存储、网络这样子的硬件设施。那么很显然剩下来的就是软件了，对不对？那么根据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那么它的中文名字，它是有中文名字的，叫做财富商业洞察。那么它有一份报告叫做人工智能市场报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的 AI 软件绝对是市场的大头，基本上占到了65%以上。那么整个纵向的硬件、软件以及服务，它们的增长率又是什么样的呢？那么我们也有相关的数据。根据 Precedence Research，网站上对硬件、软件以及服务的未来市场的规模的推算。那么虽然到2032年，软件依然是人工智能产业里面的大头，而且硬件的增长率和软件基本上也是接近的。但是在整个纵向的划分里面，服务的增长率实际上是比软件和硬件更高的，而且比它多出来大概10个百分点。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自己查阅一下 Precedence Research 的网站。当然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增长迅速的领域去创业，那么无疑成功率会高很多。那么一般在创业界的话，大家称之为蓝海。当然第一个问题解决以后，那么就会来到第二个问题，人工智能应用领域那么广泛，我们应该怎么选赛道呢？也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业务呢？主播也可以巴拉巴拉说一堆，但是估计你也不会信，对不对？我又不是马云、马斯克，甚至不是马东，对不对？凭啥相信主播呢？对不对？所以老规矩，来上权威。斯坦福大学每年发布一份人工智能报告，名字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那么中文名的话，我们就叫它人工智能索引报告吧。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那么我们就会引用它的2024年的版本。有了数据源，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了。人工智能各类技术这么多，可以应用的领域也这么多。如果你或者主播自己想建立自己的一个生意，想创业，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呢？这张表格是各类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行业中的接受和应用程度，百分比代表行业中被调研公司接受
并已经使用该技术的百分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格中的行业一共被分成了6组。AI 技术呢是被分成了16个方向。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自然语言处理就被分成了自然语言生成、自然语言文本理解和自然语言语音理解3个方向。那么表格中使用和接受程度最高的AI 技术第1、第3、第4名都出现在金融领域，分别是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虚拟接待员、自然语言文本理解。那么可以看到，现阶段渗透到金融领域的人工智能，大多数依然是用在客户服务和流程自动化上的。我们再看第3、第5、第6高的数字都出现在技术、媒体和通信这个行业分类里面。这3个 AI 技术分别是自然语言文本理解、虚拟接待员和深度学习。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电讯运营商和媒体类的公司可能对应对客户，提供虚拟接待员应该是有比较浓厚的兴趣吧。这也是为什么自然语言文本理解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AI 应用的接受度。这里的深度学习应该主要是从事媒体行业的公司，那么用来做视频、图像、语音的生成和编辑的。这些数据呢，就这张表格说明我们在人工智能现状的那一集里面的判断基本上是对的，也就是现阶段人工智能主要是应用在自然语言处理、多媒体处理，以及生成和其他应用方面。虽然这个表格告诉了我们在 AI 各个行业渗透的现状，可是我们创业需要的是知道的是未来几年哪些 AI 应用会爆发，而不是一个现状，对不对？不是现在哪个行业最火，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冲进去又是同质化竞争，对不对？那又变成和大家血拼了，一同质化变成血拼了。我们要瞄准的是未来几年，我们提早一个布局，是不是？这个问题绝对是一个好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绝对是创业中的关键问题。但是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是没有人能给你答案的，这需要每一个创业者自己去悟。因为即使别人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对行业、市场、技术、业务模式的深刻理解和认知，你是没办法去做任何事情的。即使你听从了别人的意见，哪个赛道好该怎么做，然后你去做了，但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来源是哪里，结症是哪里，更不要说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没有对一个行业某一个赛道深入的一个了解的话，你自己是悟不出来，是做不下去的。那更不要说你遇到问题以后想出办法，你该怎么去执行了。所以这个问题，一个具体的赛道里面，未来几年哪一个点会爆发，这些东西都要靠创业者自己去悟，真的没有办法让别人会告诉你。但是这也不是说你什么事情做不了，相反你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很多的。你需要亲自去了解你所选的赛道的人工智能的行业市场、技术、业务模式等等等等的方方面面，然后形成自己的一个理解和打法。而且这里本频道就是提供给你理解人工智能方方面面的一个窗口，从本频道开始绝对不会绕弯路啊。让我们回到前面那个绝好的问题啊，未来 AI 的爆发点又会在哪里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近几年 AI 的创业公司嘛。那么虽然创业公司有时候也会出现大家一起扎堆一个赛道的情况，但是他们的方向多多少少会给我们一些启发。CB Insights 是一个商业分析平台，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去查询到它的网站啊。那么从2017年开始，他们每年会评选，会出一个榜单。那么这个榜单里面会有一个所有100个人工智能的创业公司。那么这个榜单的名字就叫 CB Insights AI 100。他们会从各个角度来给 AI 公司进行一个排名，因为人工智能算是一个非常新的行业。即使像 OpenAI 这样的公司，像 OpenAI 这样的老牌公司，也不过才10年时间。它成立于2015年，
那么像其他的一些 AI 公司的话，基本上都短于10年。所以虽然这个榜单没有加创业公司这4个字，但实际上这个榜单上的所有的公司都是创业公司。好，那我们这里就来看一下2024年的榜单。那么这100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来自全球的15个国家，那么其中69家来自美国，19家来自欧洲。我们先看这幅图最底下。一块是 AI 的基础设施，那么超过1/3的入选企业，那么瞄准的呢是这个赛道。这里面呢，当然也会包含很多的子赛道，比如右下角的 AI 芯片，那么6个公司就在这个框里面。这还不包括像 NVIDIA 和谷歌这样子的大玩家。左下角呢是大语言模型，我们熟悉的 OpenAI。Anthropic 都在这里，那么显然这里也没有把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的 Llama，谷歌的 Gemini，百度的文心一言等等的去列到里面去，那么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啊。下面的中间部分呢是 AI 的开发平台，像大家都很熟悉的 Hugging Face、Databricks， 那么都在这里。AI 基础设施呢，它无论芯片还是大语言模型，事实上它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投入，特别是资金的投入啊。观众朋友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在介绍 AI 未来的第2集里面，3集里面，这3集里面实际上都有讲，曾经讨论过大模型的一个巨量投入。即使是在2024年，大语言模型的投入就是以$1亿为基础了。而且我们也说过，未来的不需要几年，就可能到27、28年，就会很快就会以$10亿作为单位来投入大语言模型和芯片。所以我们再讲一下芯片领域，芯片领域呢就更是这样，它有巨大的一个投入。一直到现在都只有英伟达这么一个核心的玩家，甚至连谷歌啊、英特尔这样子的厂商都被甩到了身后去。巨大的资金投入，那么对于创业者来说是一个很高耸的门槛啊。但是对于在城里面的人来说，这个巨大的投入又是一个很宽广的护城河。所以这一块的玩家呢，大多都是巨头，或者是背靠巨头。那么这是他们的超能力的来源。用金钱要作为助推器，才能飞越这宽广的护城河。然后到达那堆满金币的城堡里，对不对？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AI 的开发平台。那么像 Hugging Face 这样子的 AI 开发平台，主播的判断是，在这一块的话，大致以后会出现一个赢者通吃的局面。这个和 GitHub 实际上有点类似，它本身呢它本身有一个聚集效应在这里面和边际效应在这里面，也就是说，你的内容越多，你的服务就越好，而你的客户越多，你的单位成本就越低。那这样子一来的话，新进的厂商实际上它很难在内容和成本上去 PK 老的一些平台。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最终可能会出现一个寡头垄断的局面，就是在 AI 开发平台这一块。那当然主播也不是说 AI 基础设施这一块就没有机会了，当然机会肯定是有的，但是有2个假设。第一，如果你搞定了新算法，而且这个算法比现在的 Transformer 这个算法还要有数量级的性能提升，或者能耗降低，或者第二，你本身就是巨无霸科技公司，或者说是资管公司，你有他们的超能力倍数，对不对？那你去建 AI 基础设施这一块，那绝对还是有机会的。什么？这些人会看你视频吗？你不要这么说啊，怎么会呢？我们可是国际大台啊，我们论据详实，观点独特，翻遍全球的 AI 视频，没有比我们更好的，好不好？不要瞎说啊！再瞎说的话，我叫保安把你架出去啊！我们再看回 BC Insights 这张图啊，那么中间部分呢是聚焦水平行业应用的 AI 创业公司，大概有30家。这些公司呢聚焦的主要是 IT 行业，
那么比如语音、图像、视频的识别、生成、编辑工具，比如编程、数据分析、市场营销的自动化，当然还有信息安全和机器人领域的 AI 工具。主播认为呢，这个赛道实质上边界已经基本上清晰了。但是呢，正处在军阀混战、各自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这些水平行业的 AI 工具正方兴未艾，不断推陈出新，处于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在业务上呢，也处于一个跑马圈地，争取客户的一个阶段。用户方面呢，也在不断的试错，它会比较不同的供应商提供的类似的AI 工具的优缺点。那么甚至呢，用户也会给这个 AI 工具的供应商提供一些修改意见，帮助供应商去完善他们的产品。这个赛道呢，可以说已经是康庄大道，远望旭日东升，蒸蒸日上，留给无数追梦人追逐日光，奋力奔跑，跨越沟壑，努力攀登，期望在众人中脱颖而出，猛然一跃，在日中天下，成为那个所有人都仰望的杰尼。这一块，创业的人如果成功的话，确实会出很多了不起的人物。那我们继续说这张图，最上面呢就是聚焦垂直领域的创业公司了，大概呢也占到1/3。可以看到这里所涉及的行业就非常的复杂了。那么有汽车行业、建筑行业、金融行业、能源行业、采矿、医疗、器械、游戏、建造、制造，基本上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当然了，它比起人类整个复杂的经济活动，这30个垂直领域的创业公司基本上只能用沧海一粟来形容了。在之前的人工智能未来的3集里面啊，作者也说过，人工智能发展的第2个阶段，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那么我们之前也叫它 Next AI。那么因为它差不多可能会是下一代人工智能出现的一个水平了。那么第2阶段是由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拉开序幕的。那么这个阶段的 AI 呢，会大举进入各行各业。具体的阐述呢，实际上已经在之前那一集里面已经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了，那么这里也就不再重复了。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现阶段进入垂直领域的一些 AI 创业公司还比较少的原因，因为 AI 的发展暂时还没到那个水平，那么还需要等到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也就是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那么垂直行业应用的这个赛道啊，在主播看来还有一些模糊，也看不清它会通向哪里。商业模式呢也是似有似无，但是苍茫大地之上，芸芸众生之中，天才总是平淡无奇，泯然于众，直到神迹显现，预言自证，人们才会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原来神人就在自己的身边呢。主播相信，第2阶段人工智能的商业化应用，世间一定早已有人悄然布局。这个赛道是留给真正的先知的。这里简单提一下，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它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英文是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那么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啊。我们在下一期，也就是 AI 的投资之中，那么我们还会说到这个概念，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大家不要错过啊。那么让我们回到这个4×3的表格，这样创业一行对应的 AI 第1阶段和第2阶段我们就讲完了。似乎和打工一样，很难在这个表格里面用2个词来高度的概括这一整期的内容。我们就填奋力和先知吧。愿这个小小的视频能给你那似锦般的无量前程提供一块坚实的垫脚石吧。
最后，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